先說一句跟你錢包有關的话，你手裡要是有阿里或者任何一只中概科技股，今天这件事你真得搞明白，它正在被一封信影響着。事情是这样的， Anthropic 就是做 Cloud 的那家美国 AI 公司，前2天甩出了一份清单。他说有人用了大约 2.5 万个假账号，2个月里对他的模型发起了2880万次的调用，目的就是偷窃他的本事。他点名幹這事的是阿里，然後他做了個挺反常的動作，他沒去法院起訴，而是寫了封信遞到了美國參議院議員的手上。消息一出，阿里港股盤中跌了近 5%， 聽起來這又是一出中美 AI 之間的偷乙方。但朋友們，這出戲過去這1-2年已經演了一遍又一遍了。DeepSeek 被點過名，月之暗面被點過名， MiniMax 也被點過名，華爾街早就見怪不怪了。所以今天我不打算跟你摳真六這2個字，我真正好奇的是另外2個問題。為什麼偏偏是現在呢？為什麼是寫信，不是打官司呢？這2個問題一旦想透，你會發現這封信真正的收件人根本就不是阿里。先花30秒把這件事本身說清楚，就算你完全沒有聽過也不要緊。所謂真六，說白了就是拿別人練好的 AI 當老師，你不停地向他提問，把他給出高質量答案一條一條的收集起來，回去餵給自己的模型。等於你不用自己花大價錢從頭練，直接把人家的本事托運一份過來。Anthropic 說，阿里就是辦了一堆假賬號，繞過他對中國地區的封鎖，專門去托運 Cloud 最值錢的2樣本事，寫代碼，還有自己規劃着把活幹完的能力。這套指控聽着挺唬人，可你只要往回翻幾個月就會發現，它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今年2月 Anthropic 就發過一份報告，說 DeepSeek 偷了他15萬次，月之暗面340萬次， MiniMax 1300萬次。再往前看， OpenAI 早就公開指控過 DeepSeek 抄他，還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一份內部分析，說 DeepSeek 的回答跟 ChatGPT 相似度高達 74.2%。換句話說，美國的 AI 公司隔三差五的就出來喊一嗓子，中國在偷我，這個劇本華爾街都快背熟了。說句公道話，真六這事確實戳到了他們的痛處。人家燒幾十億練好幾年的本事，對手花幾百萬就托運走了大半，這種不對稱碰上誰都肉疼。可問題恰恰在這，正因為他們已經喊過太多次了，市場早就脫敏了，再喊一遍激不起什麼水花。既然見怪不怪了，那問題就來了，這一次為什麼動靜這麼大呢？不光發報告，還專門寫信，驚動了參議院呢？一家公司不會無緣無故在一件大家都麻木了的事情上，突然用最高的規格再重提一遍吧。所以真正的蹊蹺不在阿里身上，它藏在這封信的日期裡。這封信寫於6月10號，我把這個日期跟 Anthropic 自己這一周發生的事情擺在一起，你立刻就明白他當時的處境有多狼狽。就在6月9號，也就是寫信的前一天， Anthropic 剛剛發布了2個旗艦模型 Fable 5和 Mesos 5，結果呢，上架滿打滿算72小時，3天不到就被美國政府一紙出口的管制令，導致全球下線。注意，不是限制中國用，是全世界誰都不能用，連他自己公司裡拿着外國護照的員工都不許碰。理由是政府擔心這個模型太強了，有人能用它專門去找各種系統的漏洞。據說那個 Mesos 幾個小時就把美國安全局幾乎所有的機密系統給摸穿了。模型太強，強到自己的政府都害怕。
只能連夜全球的關停，還得給那幾天買了的用戶退錢。這事還有更擰巴的一面。就在幾個月前，同樣是這家 Anthropic， 因為拒絕給五角大樓做驚世 AI， 被美國國防部嫌太不配合，差點上了供應鏈風險的黑名單。你看，同一家公司，前腳被自己的政府嫌太軟，後腳又嫌太硬，在政府的眼裡，它早就不是一家普通的軟件公司了，是一件得拿在手裡管着的戰略資產。朋友們，你设身處地的想一下，一家公司據說今年10月份就要上市，現在估值9650億美元，奔着萬億去的，結果就在上市前最關鍵的窗口期，它最好的旗艦產品被自己國家的政府當着全世界的面3天就摁死了。這是個什麼概念呢？這等於在告訴每一個準備掏錢的企業客戶和投資人，我這最好的東西說沒就沒，你今天買了，明天可能就用不了了。這對估值是致命的，因為它把一個誰也没法控制的開關直接焊死在了估值表上。這件事我們之前專門講過。你想想看，機構給一家公司估值9650億，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它能一直賣全球，永遠再現這個假設。可這72小時這一關，等於把這個假設當場擊穿了。機構只要在折現率上，因為這個主權風險加上3到5個百分點，紙面上幾千億美元的估值瞬間就抹掉了。而且傷的還不只是估值，是信任。本來想把核心系統壓在 Cloud 上的金融公司、醫院，現在都得重新算賬。萬一哪天又被關停了怎麼辦呢？他們會去找備用的供應商，把斷供寫進合同。企業一旦開始為斷供買保險， Anthropic 那個不可替代的故事就講不圓了。這就是 Fab 5被關真正可怕的地方。那現在戲劇性的地方就來了，就在旗艦被親手關停、最抬不起頭的這一周， Anthropic 不但沒有縮着，反而高調地拋出了那封信，指着阿里說：“你們看，中國在大規模的偷我，這是巧合嗎？我不信。這更像是一次精心安排的乾坤大挪移，他要把所有人的目光從我的產品被政府關停了，硬生生的掰到中國在偷我最先進的技術上去。可光是轉移視線，還遠遠不足以解釋他為什麼要下這步棋。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他為什麼寫信不是打官司呢？表面看是因為他根本就告不贏。這裡面有一個一般人不知道的法律黑洞。 AI 生成的東西在美國版權舉納，壓根就不算受保護的作品，因为它背後沒有人類作者，而且這些公司自己的條款裡都寫着，模型吐出來的內容權利歸提問的用戶，等於他自己把起訴的資格都送出去了。還有更要命的一層， OpenAI 現在自己正陷入跟紐約時報的版權官司，他替自己辯護的說辭是：我抓你們的文章去訓練模型不算侵權，這叫合理使用。那他要是回過頭去告別人蒸餾自己，對方一句話就能把他噎死。你抓別人的能用，我抓你的怎麼就不能用了呢？為了不在這個大官司上自打耳光，他只能把這口氣忍下去。OpenAI 去年指着 DeepSeek 罵了半天，連 74.2% 的相似度都算出來了，最後也沒敢爭去法院第一章訴狀，就是這個道理。告是死路一條，但寫信是另一條活路。他把這件事從一個他必輸的法院搬到了一個他最擅長的舞台——國會、國家安全。這裡還有一個特別耐人尋味的細節，他這封信沒遞給管貿易的，也沒遞給管司法的，遞的是參議院的銀行委員會，就是那個管金融、管上市的委員會。一家馬上要 IPO 的公司，把告狀信準確地遞到了管資本市場的人手裡，
他心裡想的是什麼，不就明擺着了嗎？在這個舞台上，他不需要贏官司，他只需要一個身份：受害者。而這恰恰是這部棋最妙的地方。你仔細想，被偷對 Anthropic 來說真的是壞事嗎？一家公司的東西得值錢到什麼程度，才會被一個國家級的對手一次次的動用數以萬計的賬號，花上幾個月，專挑最尖端的能力，大規模的偷呢？這句話要是寫進他的上市路演材料裡，比任何一張 PPT 都有說服力。他等於免費拿到了一份認證，證明我的技術先進到了讓對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搞到手。於是，一套漂亮的話術就成型了。我的旗艦為什麼被政府關呢？不是我的產品有毛病，是因為它太強、太敏感，強到連國家都得親自來管。我為什麼遭人偷呢？因為我值錢。你看，他把2件原本很難看的壞事，旗艦被關，技術被偷，全都翻譯成了同一句話：我太強了。這就好比一個正要去相親的人，臉上有一道疤，他不但不去遮，反而逢人就說：這道疤是我太搶手了，被人嫉妒砍的。疤還是那道疤，可說法一變，疤就成了勳章了。當然，話也得說回來，咱不能把別人想得太壞。也許 Anthropic 是真有安全上的担憂，不全是算計。而阿里那邊呢，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反駁，全程不予置評。再加上 Anthropic 自己2025年還因為拿盜版書去訓練模型，差點掏15億美元和解。這裡頭到底是誰乾淨誰不乾淨，其實是筆糊塗賬。但糊塗歸糊塗，不耽誤他把這封信用出最大的價值。所以如果你以為他只是想把故事講漂亮，那還是小看這步棋了。因為這封信還在悄悄地推動一件更大的事。Anthropic 在信裡順帶向政府提了個要求，希望加強對 AI 的監管，比如更嚴的出口審查，更嚴的實名驗證。這裡就有一個怎麼想都想不通的悖論。你想呢？管控一收緊，美國 AI 公司能賣的海外市场不就變小了嗎？用戶群一小，收入就受影響。這對一家正要上市的公司，難道不是利空嗎？它到底圖什麼呢？這就是要往深裡挖的地方了。第一層 ，Anthropic 本來就不對中國開放，早在去年9月就把中國實體全封了。中国這塊市場它本來就沒有，自然也就談不上失去。收緊對它幾乎沒有損失。第二層也是真正的殺招，真正被收緊的是訪問門檻，是實名驗證，是來源審查這一整套的合規要求。這玩意一旦立成規矩，所有玩家都得照辦。可對已經合規、家大業大的頭部公司來說，這點成本就是毛毛雨。真正被卡死的是那些中小型的公司和開源的模型，他們扛不起這套合規開銷，直接被擋在了門外。我给你打個比方，你就懂了。這就好比一場馬拉松，比到一半，主辦方突然加了條規矩，所有人必須換上一雙經過認證的2萬塊錢一雙的跑鞋，才准繼續跑。領跑的那幾個本來就有贊助商送的鞋，眼睛都不眨。可後面那一群普通選手呢，買不起或者來不及，只能當場退賽。規矩聽着是為了大家的腳踝安全，實際上呢，是在終點線還沒到的時候，就把絕大多數的對手提前清出了賽道。這就是 Anthropic 一直在下的一盤棋，我們之前也專門聊過。他在主動的推動政府去立監管的規矩，而且故意把這條合規的及格線設在一個巨頭一抬腿就能邁過去，追趕者卻要傷筋動骨才夠得着的高度。之前我們還聊過，有報道說他甚至主張把觸發強制安全評估的算力門檻
壓到比加州現行法律還低10倍。門檻壓得越低，被這套規矩照進去，被迫掏合規成本的中小玩家就越多。說白了，他要的不是市场更大，是市场裡的对手更少。安全和合規這2個特別正當的名義，到了這裡成了他經常用的工具。這裡還有個細節能戳破窗戶紙。Anthropic、OpenAI、Google 這幾個平時打得頭破血流的對手，今年4月開始私下通氣，互相通報誰在蒸餾他們。可他們到今天都不敢簽一份正式的協議，為啥呢？3個寡頭私下共享用戶數據和黑名單，太像合謀壟斷，容易被監管反過來收拾。所以他在信裡又夾带了一個请求，求政府給他們一張反壟斷的免死金牌，一邊喊着給前行業上更嚴的管，一邊給自己人要豁免。這操作你品品。第3層，他還順手把自己定在了美國国家安全政策的那一邊。前陣子他拒絕了五角大樓的軍事合同，被人嘀咕不夠配合。這回他主動站出來喊中國威脅，等於一把就把自己的政治形象給找補回來了。所以你把這3層疊加起來看，那個悖論就解開了。他損失的是一點本來就不存在的中國市場，他換來的是更干淨的競爭環境，更少的对手，更正確的政治站位，外加一個受害者的光環。這筆賬對一家馬上要上市的公司來說太划算了。所以這封信表面是寫給阿里，骨子裡是寫給華爾街看的。講完了舉報這一方的算盤，咱們也得公平的看看被告這一方，阿里到底是不是真幹了呢？還有他為什麼偏偏挑這個時候幹呢？這事兒得往回倒3個月。還記得3月初我做過一期講千問團隊大逃亡的視頻嗎？當時千問的靈魂人物，那個32歲就做到了阿里最年輕的 P10的林俊陽，一句客套話沒留，撂下一句就走了。我在那期裡就下過一個判斷，我說林俊陽這套從預訓練到算力一把抓的即刻閉環，一旦被阿里高層拆成各自獨立核算的流水線，千問的開源路線遲早要變味。當時這還只是個預測，現在它應驗了。林俊陽前腳走，阿里後腳就掉頭。4月20號，阿里推出了千問3年来第一個不公開权重的閉源旗艦。你注意這個時間點，閉源旗艦4月20號上架， Anthropic 指控的蒸餾4月22號就開始了，前後只隔了2天。這2件事擺在一塊，邏輯就很清楚了。新班子剛接手，急着在閉源紅海裡搶出寫代碼做智能體這種硬本事，那超近道的誘惑就難擋了。而蒸餾別人練好的頂級模型就是最快的那條近路。我沒法說這2件事之間一定有因果，阿里也一個字沒說，但這條時間線確實比那封告狀信更能說清楚阿里這一年到底在急什麼。好，舉報這一方的算盤，被告這一方的動機，咱們都攤開看過了。現在把視角拉回到你自己身上，回到你手裡那點中概股上。這場隔着太平洋的口水仗，對阿里來說，到底是不是個大事呢？先看華爾街的投票。消息出来的當天，幾家大投行沒一個恐慌性的下調評級的，高盛還穩穩地維持買入，目標價186美元。機構根本沒把這封信當成基本面級別的利空來看。這說明什麼？說明聰明錢早就看穿了，這是一場蓄勢戰，不是一場基本面的地震。那阿里真正的麻煩在哪呢？我跟你說一個最中肯的態度，野村證券，他最近確實下調了對阿里的預期，但你注意他給的理由，根本不是什麼蒸餾指控，而是今年6月的那場618的購物節。
今年的618，整個行業的增速從去年的 15.2% 直接腰斬到了 4%。阿里的天貓雖然還領跑各家平台，可銷售的增速只剩下 0.9% 了，基本是原地踏步。朋友們，這才是阿里真正該操心的事。一個賣貨的老大哥，在自己一年裡這麼重大的大促上幾乎賣不動了。為什麼賣不動呢？很明顯，他那套傳統的貨架電商，就是你打開淘寶搜索再下單的老模式，正在被兩股新勢力分流。一股是視頻電商，就是你在刷短視頻，看着直播，主播一吆喝，你一衝動就下單了，這叫貨找人。抖音那套兴趣推薦，加上拼多多在下沉市場的貼身肉搏，兩頭一夾，把阿里那個老陣地啃掉了一大塊。阿里也不是沒有還手，他在即時零售上猛砸錢，可那是個無底洞，光過去一年，光這一塊就虧掉了好幾百億。另一股新勢力更要命，是正在冒頭的 AI 入口。你以後可能都不用打開淘寶了，你直接問 AI 幫我買一條性價比最高的牛仔褲，他幫你挑，幫你比價，幫你下單，連搜索、逛店這幾步錢給你省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阿里辛辛苦苦建的那個貨架，那個流量入口，可能直接被 AI 給繞過去了。阿里自己比誰都急，他拼了命的推千問 App， 圖的就是別讓有一天淘寶淪為給別人 AI 打工的後台貨架。他最近的財報裡，雲業務的 AI 相關收入佔比第一次衝破了 30%， 管理層喊話說一年內要衝到 50%， 他把寶壓在了 AI 這條新命脈上。所以你看明白了嗎？阿里真正的隱憂從來不是太平洋對岸那一封告狀信，而是他家門口的電商基本盤正在被新玩法一口一口的啃。那對於你這個拿着股票的人，該盯什麼呢？就盯三樣東西：一盯阿里雲的 AI 收入還能不能保持那個 40% 的外部增速；二盯它的電商份額，618掉了，下一個雙11大促能不能穩住；三盯通義千問，轉了閉環之後還能不能自己穩穩的往前迭代。把這三樣攥在手裡，你就不會被一封信的熱鬧給帶偏了。所以你把這一整件事攤開來看，最值得琢磨的根本就不是中美之間誰偷了誰，而是一家馬上要上市的 AI 公司，它怎麼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其件被自己政府關掉這種天大的壞事，都不动聲色地翻譯成了一個對上市有利的好故事。而太平洋這一頭的阿里，則在悄悄地換掉自己的開源招牌，想在閉環的紅海裡搶一條更快的活路。一邊是把危機講成護城河，一邊是把開源換成超近道。在 AI 這門生意裡，能把模型練好是一種本事，但能不能把每一道疤都說成是勳章，把每一次的轉身都包裝得天衣無縫，這是另一種更稀缺也更值錢的本事。屏幕前的你又怎麼看呢？你覺得 Anthropic 這封信是真的在為國家安全操心，還是在上市之前給自己臉上補一層濾鏡呢？而阿里悄悄從開源轉向閉環，是識物，還是把自己那點魂給丟了呢？這件事會不會改變你看手裡中概股的方式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記得點讚、訂閱加熱推，咱們下期再見。